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Ariel 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一个重磅的分享。我们终于要做这一期硅谷工资大公开。这一期呢，我有想过要做挺久的，因为我在硅谷已经待了10年了，也做过不同的职业。但是由于这个工资是一个非常 sensitive 的话题，所以就一直没敢做。现在呢，终于敢做了。今天呢，我就跟大家好好的公开一下我在硅谷这10年做的不同的职位，还有和不同的公司都是什么样子的收入。那我们今天就赶快开始吧。看我频道一段时间的伙伴们应该知道，我这个频道已经出了很多关于职场的话题，比如我的工作、升职、跳槽等。那今天呢，这个收入就拿我自己为例子，像杜拉拉升职记一样，从大学毕业到资深经理，每个职位都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他能赚多少钱。我们就从收入最少的聊到收入最多的，先从2011年开始。那个时候呢，我还是 UT Austin 的一名在校大学生，本科生。我的 background major 是 ECE Electrical Computer Engineering。最早的时候呢，我在学校只是一个实习，我一共做过3个实习。第一个实习呢是 Austin 的 Panasonic， 那个是在德州完成的，然后我的 title 是一个 Hardware Engineer。德州普遍工资肯定是比加州湾区这边要低，大概是低20%左右，所以我在 Austin Texas 这个 Panasonic 的第一个实习只有16块1个小时。Keep in mind 那个时候是2011年的实习。我们简单的算一下，16块钱1个小时乘以2087个 working hours per year， 那大概是33.3万的年薪，这个超级低，但它只是一个实习。当然，我在做这份实习的时候呢，由于我这个爱聊天的性格，也交到了很多朋友，所以我问了一些在那边工作的刚毕业的大学生，也是硬件工程师，他们的年薪大概是可以达到5万5到6万左右。第二份实习还是在德州，我从 Austin 跑到了 Houston。这一份职业呢是一个航空电子工程师，他的资薪比之前第一份 Panasonic 那个稍微高了一点点，17块1个小时。我很喜欢这份工作的原因是它有很多机会可以拿 overtime pay， 晚上上班是可以乘1.5倍的。如果周末和节假日，尤其是圣诞节什么，是可以乘2倍甚至2.5倍的。如果乘1.5倍的加班就是25块5一个小时，如果乘以2倍的加班就是34块1个小时。所以在那个时候2012年的我能够拿到这么多钱，我已经超级开心了。第3份实习呢是又回到了 Austin， 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大4了，我马上就要毕业了。然后我在 Intel 拿到了一份实习，是一个 software engineer， 就是程序员。这个是我3份实习里面拿的最高的，我的每小时的工资是25块钱。我也打听了一下，在那边同样的实习生，如果是研究生的话，就是 master degree 在读，他们会拿到30块钱1个小时。如果你是 RCG， 就是 recent college graduate 刚毕业的 full time employee 的话，你的年薪大概是6万到7万左右。这个呢就是我做的3份实习，然后我们赶快开始聊真正的 full time position 在硅谷拿多少钱。2012年我毕业了，我从德州搬来了加州，这个呢也是我拿到了第一份的 full time position 在 Cisco， 我之前很多视频都讲过。我们开始聊硅谷的所有收入之前，我需要先普及2点，这个会帮助我们了解硅谷这边的收入是怎么组成的。第一点就是职位的不同，我们很多成熟的大公司都有2份不同的工作 arrangement， 一个是 full-time employee， 就是正式员工，另外一个是 contractor， 就是临时工、合约工的那种。先说一下正式员工 full-time position， 他们的好处呢是他们享有公司的所有福利，还有更有保障。但不好处呢就是比较好的公司他们很难进。比如说你想 apply 一个 full-time position 在 Google、Facebook 这些，门槛会比较高，然后你要被他们 interview 的 grill 的不行，也很难进。然后 contractor 呢，就是公司的临时员工、合同员工呢，这种身份的好处就是它比较好进，像这种 Google 啊、Facebook， 如果你是用 contractor 的身份进去，然后你再慢慢的里面做，看看能不能转成正式员工，这个就是对一些不太会面试的人，这样子会简单很多。但是 contractor 呢，它有不好的，就是它没有办法享受这个公司很好的福利啊，它的 pay usually 会低一些，但是也不一定，看你怎么 negotiate。还有就是它是个临时工嘛，所以通常它的 contract 就合约期就是半年到1年，然后之后要不要续的话，就是看你和你工作
的那个公司是如何 negotiate， 还有那个公司能不能继续付得起你。这个就是第一点 full-time position 和 contractor 的不同。那第二点呢，就是工资的组成 total compensation。这边的这些技术公司，反正不管是我做过的，还有我认识的朋友啊，都是这样子组成的他们的 total compensation。第一点就是底薪 base salary， 第二点就是奖金你的 annual bonus， 第三点就是股票，又叫 RSU Restricted Stock Unit。 以上的这些都解释清楚了以后，我们就可以聊我在硅谷的第一份 full-time position。我的 full-time position 呢是在 Cisco， 它是2012年，我算是 RCG 进去的，就是之前解释过 recent college graduate 刚毕业的毕业生。我进的是 IT department， 我的职位是一个 IT engineer。我的 base salary 当时是80500，然后奖金大概是10%，没有股票，所以这样子我的 total compensation 就变成了88550一年。我们就前进到2013年。2013年呢，我还是在 Cisco， 我从 IT engineer 换成了 project manager 的 position， 然后也换了一个 department， 我不在 IT 干了，我去 engineering 干了。不过呢，我的工资没有变。我跟我当时的老板就是说，我也换了职位了，我做的东西也更重要了，我可不可以涨一点工资？他的回答就是，你的资历尚浅，最多就是可以给你申请看能不能涨个2%左右。然后这里就是普及一下，反正我当时在 Cisco 干的时候，他们是没有每年定期的涨幅的，就算是通货膨胀，他们也是没有涨幅的。这个跟很多硅谷其他的公司不一样。不知道现在 Cisco 有没有改？如果你知道的话，你可以在下面留言。所以2013年我在 Cisco 继续做了这个项目经理以后，我听到我老板这样跟我说，我就觉得我的工资这个收入应该是在 Cisco 永无天日了，我必须得跳槽。所以我就找了很久的工作，然后2014年我就跳槽了。14年我跳槽的公司是一个 contracting firm， 中文应该是叫咨询公司吧。我的职位呢还是项目经理，然后我的 level 属于初级的项目经理。这份 offer 我跟那个公司 negotiate 了好久，我终于给自己争取了一个底薪是涨成了11万。这个 contracting firm 的运营模式呢，就是我是属于他们公司的正式员工，所以我还是会有正式员工的福利，比如说我会有底薪和 bonus， 但是他也是没有给我股票，因为这个公司就是挺穷的那种吧，然后他自己也没有上市。我拿了11万的底薪，再加上10%的奖金，大概是 total compensation become to be 12万1一年，跟我在 Cisco 那份工作已经涨幅了36%，我已经非常开心了。在这家公司做了2年以后呢，2016年我就换了一家 contracting 公司，把我放到了 eBay。我的职位呢还是一个 project manager position， 但这次我的 level 稍微高了一点，变成了 mid senior level。从这份工作开始，就2016年的 eBay 工作开始，就不方便透露我个人的工资了，因为我很多 eBay 的同事会看我的这个视频，所以我不太方便聊我拿多少钱。所以从现在开始，我会给大家公布 eBay 在硅谷的这些职位的平均收入，然后我们以平均收入和我的工资再继续往下聊。在硅谷呢，像 eBay 这种水平的公司 IT department 的 mid senior level 的这个 project manager， 因为我是一个 contracting position 嘛，所以我也没有奖金，也没有什么股票啊，福利都没有，我就连我的医疗保险都是跟我老公的医疗保险。这个职位的 average pay 是12万，我拿的比这个稍微高一点。我愿意在 eBay 做这个 contracting position 的原因是因为我很喜欢我的同事，然后这个工作的内容也是完全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，我觉得没什么压力，所以就很喜欢。做了2年，我做的特别好，所以我终于被 eBay 正式录取成为他的正式员工，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 full-time position。18年我除了转正以外，我的 title 也变了，我从一个 project manager 变成了一个 program manager。在 eBay 的平均收入大概是16万3一年。我说的这些都是硅谷的工资啊，我拿的是比这个少的，我当时就没好好查一下，我应该好好查一下，然后再努力的 negotiate 一下。这个转正的时候，这个工资真的应该要拿得高一点，因为他拿的不够高，你以后涨幅也每次都很少，心痛。我的奖金呢是10%，然后还给了我一点股票 ，base salary 加股票加奖金加在一起，这个职位的 average total compensation 就变成了大概18万5一年。然后我们继续聊，越来越靠近今天，就是2019年了。2019年呢，我还在同一个公司，我升职了，我升职到了一个 manager， 我终于当经理了。我在这份工作里面都是先做到那个 title 的活，然后才会给我那个 pay， 所以我是先做了很多 manager 应该要做的活，我的老板才把我变成一个 manager 的这个职位，这个 title 的。
这个公司呢，每年大概涨幅3%左右吧。我说的也是硅谷这个地方，上海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因为我算是 perform very well 的，所以我拿的涨幅的 base salary 是比3%稍微多了一点，被多给了一些股票。但是所有的股票呢都是 vest over 4 years， 这个每个公司应该都是这样。我听说我朋友做的公司也都是这样。这些大公司就是把这些股票给你 vest over 4 years， 这样子它才能绑住你，让你不能走。还有就是我们认识一些朋友跳槽去什么 Netflix 那些，那就拿得更高了，比 Google 还要高，很羡慕他们，然后他们也没有比我更累。算了，继续说到2020年，我还是在同一家公司。然后如果是你在 wonder 为什么我已经知道了我的朋友他们在其他公司都拿得比我高挺多的，为什么我不跳槽？有2个原因吧，一个是我没时间跳槽。跳槽的话，你需要像 Google 啊、Facebook。还有 Netflix 这种公司，这种 FANG 的公司，你是需要花很大的时间和力气和精力去准备你的面试，你需要学习，他们真的问的天南地北的，问的你都不知所措。我有跟他们面试过，还有就是如果 make it to the last round， 那个时候没有疫情的，你是要去 on-site interview。Google 的 interview 是被面试5个人，早上2个，下午2个，中午吃饭还有1个。虽然中午吃饭那个人说，我不是面试你的，但是 still I'm sure he has something to say, right? In summary， 就是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要 dedicate 大笔的时间，然后我的工作已经巨忙，导致我根本没时间去找新的工作。第二就是我的工作虽然付的不如这些人高，但是我挺开心的，因为我跟我一起工作的人和我的团队都有一种非常 strong 的 bond， 我们觉得就是心贴心的那种。我跟我的团队是有一种革命情感的，就是觉得不会勾心斗角，然后会 have each other's back， 会保护对方的那种。所以我觉得这种情感在职场中是很难得的，也就是为什么我没有跳槽。然后我们就来到了2020年，就是去年，我还是在同一个公司，然后我又升职了。我不是凡尔赛，因为其实这个升职用投资的角度来说，性价比真的很差，就是这个很差的投资。你听我跟你娓娓道来啊。我在2020年的时候呢，我就变成了一个 senior manager position， 资深经理。我的钱呢还是没有涨多少，这次我的底薪涨了4%多一点吧。然后我又被给了一些股票，还是 vest over 4 years， 所以每个 quarter 也没拿多少。奖金是涨到了20%一年，之前是15%，所以对我来说稍微好一点。但是奖金是年度的奖金嘛，我们大概都是3到4月份之间会发，所以在那之前你不能跳槽，尤其是如果你已经撑到了就是下半年或者年底，那时候你跳槽，你这1年的奖金都拿不到，就会很难受。然后2021年就是今年，我还是同样这个职位，所以我就不 repeat 我的工资了，还是跟以前差不多。OK， 以上呢就是硅谷的各种不同的工资和岗位的收入。程序员的话，如果是 senior level position， 我刚才有稍微 touch on， 大概是可以拿30多万的 total compensation。如果你也想要来硅谷上班的话，你需要稍微有一点心理准备，你不要被这个工资的 total compensation 给蒙骗了，因为这个硅谷的 cost of living 还有房价，所有的物价都巨贵无比。现在想要住一个舒服一点的房子，最起码要100多万一栋，200多万也是很正常的。一个家庭如果是1份收入来负责这个100多万的房贷，还是稍微有些压力的。如果你想要过得舒舒服服的，最起码是要2份收入，就是夫妻2个人都在这种年薪可以 total compensation 30万以上的地方上班，才能够稍微舒服一点。工作也是很累的一件事情，所以大家需要自己权衡一下。这集呢就先聊到这里，下集我打算告诉你们一个大消息，如果你是新来的话，记得一定要订阅哦。As always， 你的支持是我继续做视频的动力。祝大家都越来越有钱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